各位朋友，欢迎来到金曲共创实境秀。这里是音乐人的游乐场，也是梦想的孵化器。在这里，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首首动人的旋律，而是一个属于音乐人的创作社群。共同创作就像是一场心灵与灵感的碰撞，它的魔力在于将每个人独特的视角、情感和故事交织在一起，创造出远超乎个人想象的音乐奇迹。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故事与视角，走进这片未知的领域。他们将跨越风格的界限，在这片音乐旅途中留下自己的足迹。欢迎大家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金曲共创实境秀。那今天我们现场聚集了16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创作人来到现场。我们今天要来进行为期2天的音乐创作营，这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制作人，有编曲家，然后有乐手，也有歌手，大家都深藏不露，有非常丰富的才华。很期待把大家分在不同的组别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事情发生。那既然说是一个创作营呢，当然也有准备诱因。我们今天呢选出来的冠军会得到我们奖金10万元，耶！哇哦，想要吗？太多了吧？对，那既然呢我们要选出冠军，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评判标准，或是怎么选出来，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啦。那今天在我的右手边还有3位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听听看3位老师这次对于这16位创作人的作品有什么的期待？因为这些组合目前看起来乍似毫无道理，毫无道理，就有点咸豆浆的感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但我猜，至少我这样期待，就是如果我们认定你是一个 beat maker， 然后你也只是一个 beat maker， 这样就有点可惜。你说不定会带给我们更多。其实我除了做这个，我还可以做别的，或者是我把这个做到我前所未见的程度，你们没看过的潜力啊。我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都是 pro 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及格分数往上拉高一些，很想要看到突破框架的东西，因为每个创作者甚至厂牌老板都在为歌一出来这个流量所苦。我希望今天听到，既然是一个创作比赛嘛，那没有任何压力，但是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怎么样放掉那些对流量的压力，然后做出哇，我跟这些队友一起弄出真的很屌的歌。就我刚才在想，因为其实真的蛮多制作人在现场，我就在想到底谁会跟谁吵架，然后谁会就是担任什么角色，因为我看到很多角色的变换，然后我自己脑中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组合。那我也想听到有趣的声响跟谁到底可以把这一切组合起来，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制作人蛮重要的一个能力啦。对，所以我会看这个点，然后还有可能文字跟创作出来的东西的贴合度，就是你怎么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对，好，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签筒，我们要抽什么呢？我们北流帮大家准备了4个不一样的录音室的空间，有特大、大、中、小。给我一个康手，大。抽什么？这是最大还是大？大就是有康手的那个，恭喜你！那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名叫什么？我们叫 OK 酷酷酷，就是我们自己都是觉得自己是 OK 的那个，其他3个人是酷酷酷。对。第2组，我们队名叫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谁是不是油条担当？为什么叫谢谢老师呢？这个是音乐人平常最常讲的话，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谢谢老师。噔噔噔，中也有康手吧？中没有哦，没关系，没有康手。中有很多的乐器，有乐器很棒啊。然后我们来到第3组，我们团名叫做望周知，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嘛，跟也符合这个节目的主题，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干嘛。那你们平常都在干嘛？就平常就在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在干嘛。小，恭喜你得到了比特大还要再大一点点的小空间。好，老师，我们要介绍一下团名。因为我们来这边之前都不认识，所以我们的团名叫都不认识。都不认识。恭喜得到特大间。对啊，不是比小间好小。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么棒的机会里面，可以创造出很棒很棒的歌曲，带给更多的观众。大家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金曲共创实境秀，耶！开始行动，耶！出发喽！
叶小姐，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心情不错，心情不错。对10分有几分？大概9.4分。9.4分，那很不错哎。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自拍，对，有看到吗？哦有。开始耍美，开始耍美。请问汉宁，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我的心情很棒啊。10分几分？那个101。哇，101耶，他超过。所以可以。耶，现在搬家。对啊对啊。东大迁徙。好吧，现在就会找到他了。耶。我要5分熟，我要5分。你才5分？我要5分，我要蘑菇酱加黑胡椒。那应该心情不错了。好。1，艾维农，嘿，乐器。其实这里就有吉他，根本不用带。确实。哦，这个灯好漂亮哦。一个甜甜圈呢。我觉得很舒适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我觉得对创作蛮有帮助的。踏进来第一印象就是好可恶，我也想要当音乐人。就在这个年代当音乐人，感觉可以得到好多资源，有这么好的空间，有这么好的服务，觉得很羡慕。但现在可能为时已晚了。第一个开箱活动就是拍一个这样的实境节目嘛，那我就觉得这种常常看到很多硬体是好的，但是有好的团队来运营一个地方也是更重要，就软体的部分更重要。所以还蛮期待说更多音乐人可以来这边一起交流做音乐的地方这样子。想吃又不敢吃，怕口红弄脏。对。那你可以形容看看，我们可以各自表述一下这个感觉。我会把它变很想要不敢要的。想要不敢，想要不敢要，然后想做不敢做。我觉得已经觉得有一点 sexual。要往 sexual 的方向。Not for everybody. Well, I can do it. 有点像说，我决定好我要讲什么话之后，我就是带着这些字来 freestyle， 然后我在 freestyle 找的就是字跟字这个字适合的语速、间距、音调。我唯一不认识就是叶颖，然后我们刚花了一点时间在认识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感觉的人。刚刚就是早上吃蛋饼的时候，他就说，就是叶颖来想一下，你现在最有感觉是什么？我就说蛋饼，然后就讲到说，我现在吃蛋饼想吃不敢吃，因为我怕我口红掉，然后就被他写成了歌词，所以就看等一下怎么继续发展下去。比较 prefer 就是真的从现在开始，从零开始，就是先把词曲架构先建立。也 OK。还是你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但我开始弄一首歌的做法比较不一样。我都是先有一个 riff， 然后加鼓，然后加其他合成器、加配器，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叠，然后最后再写 top line 这样。可能要先想一个主题吧。词的主题啊？对。是吗？歌词的主题吗？对。音乐是慢，但唱的部分可能不一定。旋律对，可能是对16分，可能会是，可能是主歌，可能16分会比较多。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也比较偏向之前就是你讲的这种做法，会到中后期才突然开始讨论那个词曲的东西，有一个可能就会变成是。现有的编曲其实跟发想的词曲没有那么有关联，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确实蛮重要的。我有一天就是早上9点想要去吃早餐，然后我过了2个路口，我就被吓跑回家啊！因为车子太夸张，因为我觉得好危险。那你待多久了？3年，还没有习惯。我们的超车距离在香港，这么远了，要这么远我才觉得安全呢。你们是这么近哎，因为我是一个香港人，可能我就会丢出一些就是跟台湾人有一点不一样的观点或者是感受、故事之类的，所以在这个组别里面，我就提供故事草稿的人。如何？刚刚有找到什么？还没有。
我觉得不要，你想要用一个那种 reverse， 现在 reverse 接过去，对不对？对。可是我觉得这有没有更酷的？我可以做一些那个。我觉得我觉得可以用，对，我们可以用乐器，你觉得呢？因为我实在没有很喜欢那件的寿司。做一个感觉，因为对，先打。因为你知道我会影响我的那个体感。先打乙，再把那个要吵架了，把那个肉体包上去。我就是不喜欢你。哎，你小心哎！你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当一个前奏，然后结果劲歌是这个，我是觉得蛮酷的。可是我觉得他的比较吸引人哎。真的吗？我觉得这个我说如果直接听的话，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这样压力很大。不是我不是在什么意思，但是我怕这个会跟别人的。你说哪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全部都这个后面的话，对。哦。但是我不是只说不能用，我觉得是可以大块的用。哦，可以啊。只是说就是交错之类的。对。篮球好像是什么叫自干？所以你平常一个人弄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可是大家全部一起平分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就相对起来就会觉得哦，太好了，就是有人一起帮你去想 idea， 有人帮你一起去做录音啊，想一些就是可以编曲的内容啊之类的。他虽然很紧张，但是也蛮有趣的。他很紧张，然后但是他又很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会被他打枪。我最近常写的主题都是末日、底层社会之类的东西，要这么硬吗？你讲到末日，我当然会想要重生啊。那你是比较理想派的人？你是毁灭派？没有，也不是毁灭啊。我觉得亚洲人，应该说华人的音乐习惯都会对音乐有一个美好的想象，所以我就想要把一些写实，然后比较甚至有点丑陋的东西放到歌里面。可以，有交集吗？为了好好的在这个2天内很充实，对，所以就是有听我们2位歌手的歌，去想象一个交集，然后又有一点难想象，而且好像大家创作的方式流程都蛮不一样的，所以目前还在磨合。就是他如果要做成一个情歌的样子的话，那他会是怎样的呈现？是听的人他听到会觉得感动，应该说我觉得冲突可能也会有一种震撼，对，就可能他觉得你很烂，然后另外人觉得你很渣这样子，那可能这是一种冲突的视角，对，可能没有什么人做过这样子的对唱歌，比较少，对，但如果说是包容的，可能也是蛮感动的，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前面这样子的带入的情绪。就让他来唱，应该我觉得会展现他的技巧的部分或者是什么，然后而且前面编曲就是也可以像我们讲，就是一开始做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后面可以稍微饱满一点。对。应该是永恩吧，永恩就比较外向一点，他就会一直讲话，就会排解大家的紧张，蛮像的，现在蛮像 leader 的感觉。已经开始了？没有，我们已经做完了。酷哎，我听一下。我刚设想了一个，没有，我刚刚只是设想一个情境。这个人的角色就是他是可能已经有在交往一个人，但他还是就是会狂滑交友软体，就是他一直很想要有更多人爱他这样。有没有机会再讨论一些其他的选项？可以啊，也可以啊。对，我根本不滑交友软体，我连社群都很少在用。对啊，这样听起来这个主题好像对我们2个来说太陌生，都有点很难，就不是我们的世界。对，有一点。但也不是我，没有，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急忙否认，因为我觉得就是情感类的东西其实还是最容易有共鸣的，就是比起你说我要帮我有多爱音乐写一首歌，就这种东西就是根本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好想一下，需要消化，或是情感面的，但角色上设计是合理的就好。对，可以情感面的，但是故事主题或是时空背景要可以再想一下。对，也不一定要这个要用这个剧情啦，对。但我懂那个，就是比较是从个人的情感出发，然后写这可以。我前阵子才写完一首交友软体的歌，
所以比较适合第一人称的单档。不然你分享给他听啊，然后对啊，交友软体要干嘛？怎么做？可以啊，完了，可以给你等下你可以介绍一下那个东西怎么运作的。所以要先吃吗？要先吃饭好了。先吃东西，肚子好，没有灵感。我比较想写 rap。干吃哎，超过分。还是你唱广东话，感觉很酷哎。广东话？对啊，我觉得广东话就是很酷。如果副歌是广东话，对啊，我觉得超蛮有意思。我觉得很酷。我觉得可能广东话的话，可以是其中加插1、2句，可能就是很那种香港人就是被交通震撼到的那种，有一点在小骂的那种感觉。可以啊，可以。前奏吗？好像可以直接先讲一点什么。好啊，我可能讲完我就说 Soft， 你觉得怎样？然后我就结束，然后你再看，我们就分开录，看你想要讲什么。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我的手机，想要看一下新闻。What？ 车祸，国道车祸，公车转弯碾死人，机车上国道，火烧车，有人车子抛锚，停在国道上走下来，啪 ！What？ 这就是我真实的感想。每天早上起来滑手机都是台湾每一天，对。台湾每天交通死亡的人数是8點幾個人哦。Oh my god！ 哇！我講廣東話噶咯喎。廣東話開嘛？你知唔知啊？我住中和啊，我日日行出街都揾唔到條行人路啊，然後嗰啲行人路啊，竟然有呢個機車騎士喺度騎車喎。仲有啊，過嗰個斑馬線啊，綠燈噶嘛，明明？我靠，這超屌的！一句都聽不懂嗎？哎，可是聽起來罵很兇，對，就是要這樣。Oh my god！哇，這超帥！我會被趕出台灣嗎？不會，絕對不會。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我觉得不重要，不重要。Okay. 我们来想，我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样。不过如果你提到 like 80s stuff， 我其实有想到 like just more like 4 on floor something 电子 to start off maybe I don't know。还是我们可以那个2000的 Neo Soul like 那个 Sunny。Sunny, the song Sunny. Sunn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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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我在，它是 acoustic drums 吗？它的 group 比较中版的那种速度。I like that last one. 那是什么 bass？ 那是你听到的是 bass 吗？我觉得 snare 第二个可以晚点大OK。汉庭 burger， 我们的那个头脑思想蛮靠近的，所以有时候我在头脑在想一个东西，他也讲出来，然后我就我们在想同样的，所以编曲我们算是一起做这样子。但是可以，这要而且我觉得那个可以快一点，那个后面那个 beat， 对，就是可以加速，这个可以加到。现在是在干嘛？现在就是为你鼓掌。没有啊，我来确定那个 game。钟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雅量的冷面小将，做了很多协调彼此的工作。像思佳，他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人，虽然他很会编曲，然后也帮了我们很多忙。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过程中没有钟轩，他们就是帮我们架麦啊，或者是就是在录音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编曲的过程中，他其实都会偷偷的给许多建议。他有点像是那个黑子的篮球的黑子，他会偷偷就是把球这样拨过去。我觉得我笑话是一个算难接的人，但他有的时候会接得到。我刚刚想到那个超市音乐。怎么了？我们不，然后李思强你在干什么？我们不会这样。不是，我在想到那个超商的音乐。我不会这样啊！你放一下，你放一下。不会啊，蛮赞的啊。对啊，你可以咚咚咚咚咚。超商乐也不错啊。就是弹
些那种很 chill 的，可以主题写超商啊。你去那种美国的，不是就是那种早期超商广告，不是都哦？你给我一个 reference， 那种大声多嘛那种，或者什么的，然后有一点那种噔噔嘣叭叭这个什么，然后臭的，那是全脸吧？全脸是全脸吧？先 loop 一个东西，只有一个音可以吗？音差，哆。我想听听看，你再敲一支长音看看。哦，好酷啊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如果录进去会感觉蛮赞的。哇，还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然后把它片在各个位置。哦，哇，这蛮酷的。也可以，但就要分开录才对，就是分开录对。然后 ，sorry。来吧，你要先录这个吗？这好像那个整点新闻，然后那个出来。What is that？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看，那听起来超酷的，那是什么 ？What is that？ 它是一个铁管，一个 Really？ 那谁在敲的？就是隔壁。哦，等下他们在用那个铁管声音。对。Damn, they're so cool, man！ 哇，要这样子，我们要这么复杂的东西哦。没有，我觉得好强哦，这个还可以是 ambient 的感觉，可以给夜影去很，对了，然后回到那个比较稳定的那个，你就可以唱你。我 OK， 我随时都，你们给我什么我就唱什么。感觉等下夜影来，就是回来，我们来找你对你想要唱的选调。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的那个很赞，然后 maybe 我们进 chorus 前，Beef 还没有听过 ，right？ 对啊，我们都还没有。你们俩刚刚已经做完了。他做了一些东东 ，deck， 这也太屌了，这也太屌了。那我们一起的，这我们刚刚做的。然后我觉得这边的 bass 我们可以用那个 afro 的那种，可以的，没问题。好，它就不会太 disco。好啊。I don't know， 我觉得和弦我还没有很确定，和弦我还没有很确定。我觉得 that's too much， 我觉得太多事情在改变了。OK。就虽然我已经知道我弹什么和弦，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继续想一个。我觉得我想要想一个更像唱歌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你知道你的。More like 唱歌。你只要决定好这件事，我就往下走了。Yeah, I get it。你说它变化不大，都在同一个外里了。Maybe we can have Leaf. Where's Leaf？ 他在那边找东西吃，他等下可能走回来。哦。对。好 ，What？ 有人在吃东西了？可以吃东西啊，就这边是全天 open 的。哦，是哦 ，OK。对啊，我把它叫回来。我根本不知道在发生这件事情。哎，大家在吃东西的哈，很酷哦，哈，是吃东西来。哦，他拿很多哎，哇，就他是拿给我们大家一起，很好心的，好心的就被我们讲。果然是热爱编曲的人。哦，李慈嘉很过分哦。走开！他是觉得你很过分。他们其他组都在做一些那种蹦冰蹦冰的。他们都已经开在编曲了，已经好几个这样。没有，我们是先想好再行动的。其他人都写一些欢乐的歌，太棒了！一定是要写这种哀伤的歌，最 emo 的。因为其实我刚刚听一下，我会想要想一些更有趣的主题吧。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猫或狗的视角做之类的。那可以像讲猫或狗，那其实就可以用猫的角度写啊。
譬如说一个情侣，他们一起养了一只猫，然后后来他们分手了，然后那个猫就写他的心境啊，就写说哦，我现在不知道要跟谁的。我的猫就写说，对啊，跟着烂炮兵。你不要一直烂炮兵。哦，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第4组现在创作的状态怎么样？太综艺了啦！最大点的，还在各种吵架，各种吵架，没有啦，没有啦。你们这个队是怎么分配自己的角色跟工作的？目前好，我们刚刚有把他们 demo 截一下，采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进度就到这样。一开始的那个 demo 是谁的？是我们2个，就是我有编一个 loop， 然后他有一个 loop， 然后一开始是决定说要用谁的 loop， 然后后来我就提议说，其实可以2个一起用，可以把 key 跟速度调到一样的 key 的话，其实是可以共用，对吧？电脑现在就是摆烂给我们看，就跟你讲 Ableton Live 的吧。不是因为站 DAW， 建议换 Reaper 啦，这样。有想研，对，有想要换。哎呀，好，那大家加油啦！就是钟铉他是用 Logic， 所以如果我用 Logic 的话，我们比较能一起共用这样子。因为我的是 M2， 然后我又更新了，然后一定要开 Rosetta， 跑的时间前面就会跑很久。但是如果不开 Rosetta 的话，就有很多 plugin 开不起来，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看怎么样再把它打开这样子。老师们，我们来到这一组，看他们的 DAW 看起来很可靠啊。好黐線嘅台灣部長真係唔該炒咗佢啦，都唔知點樣規劃嗰啲交通啊！你知唔知啊？我住中和啊。就是表達一下我對台灣交通的規劃的關心，就是覺得台灣的交通有蠻大的進步空間，可以逐步的修改。可以介紹你一個 YouTube 叫火花羅，你可以跟他聯絡一下。所以這首歌的主題是牢騷，也不算是牢騷，就是可能台灣的交通上面我們的一些觀察。對，他剛剛用一個非常激烈的方式來表達，我覺得蠻酷的。因為家父之前住在日本，他說回來台灣也有一些感受，瞬間那個反差感，然後我覺得 Soft 他一提到這個主題的時候很有感，我們說哇哦，原來真的大家對台灣的印象會是這個。我對創作人的想象應該就是把一群音樂人擺在一起，那擺在一起互相刺激的時候，會給這音樂人各自帶回去之後，他的下一階段自己的創作會有很大的影響的。那老師，你對於這個亂象的樂器想法是什麼？感覺你好像已經做了很多。剛家父有拿很多這些。哦，因為我們對那個叫娃娃管，時間嘛，因為時間音樂是時間藝術，所以既然我們要講交通，它就有一個比平常走路再快一點的速度感。所以我剛剛是廣播或者是新聞，一開始不是會滴滴滴滴滴，新聞聯播前面對，然後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有一點點。這種事情，對，等一下可能會做一些 panning， 然後把其他隻小隻的娃娃管，一些聲響上製造一下亂象。就是聽你解釋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就是因為我們剛一走進來的時候，其實音樂已經在放了，我還要進入那個，對，蠻沉浸式體驗的，蠻有意思的。那我今天是有帶一些比較鏘的。你說這一盤嗎？它也是打擊樂器的一哦，有了，你搖就有了，有。OK， 謝謝，加油。家父感覺很可靠，很有創意，就是他給戲很多。一開始有講說想要聽到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們自己應該就會開始思考，可能在嘗試實驗一些對我們現在來說是不一樣的事情。我給我介紹一下，他是今天穿的最正式的人，食量最大的人，你看看。他今天很誇張哎！打擾了。好，來嘞。哎，在吃飯啊！他穿這樣子吃超多的哎，他吃超多哎，已經在吃東西了，收工了。創作嘛，是慶功宴了。我們進來先看到的不應該是這個吧？我其實在吃東西的時候，就是在構思一切。對，這只是我的補充能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其實很認真在想到底要寫什麼，然後要怎麼樣，就是跟大家一起找到一個平衡。的從那個過程，其實是要吃有吃的，要飲料有飲料，但也當然也認真喝酒、認真交流啦。就是一個玩的過程，可能突然有人就會經過，可能就彈一個東西，哎，他就有感覺。剛剛有聽到有一個人好像從另外一隊在敲某一個來鐵管或什麼，我做出這個聲音，我以為你 sample 了隔壁的聲音的話，那就很屌。我直接把
他们的歌拿对对 sample 他们的，你 sample 他们的，跟我找到 sample， 可以。然后我们有加一些节奏的东西。哦，那就这样了。不过我现在在寻找 like 一个和弦，他们都觉得 OK， 他们很支持我，他们都觉得都 OK， 可是我自己觉得太怪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喜欢。可是我刚刚找到的是这个。赞的啊，蛮好的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Burger，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顺啊，我觉得是可以。所以我在这个队里面是疯子。就我觉得你直觉一点，你觉得直觉是什么最好？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再来一次，因为好那也 OK 啊，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听的歌都是就是没有想写出来的那些，而且可能第一次最好。对，所以我会觉得你尽量相信你直觉没关系。反正你们队名就是你 OK， 他们就酷了。我们都酷啊。但目前你们已经是我们听到最有进度的一组了。对，真的。他们有的还在决定说，我到底要 Logic 还是 Afterlife。哇，真的讲一个让很安心的。然后我们离开之前，他们 Logic 还没打开，还在那边转，是不是听起来很安心？哎呀，已经超车了，各位。OK 了啦。然后隔壁才刚开始 sample 而已，但是他们已经写出歌词了。他有啊，他有写一些。哦哟，那要不要？哎呦，我这边可以 freestyle，来，好来。睡太久睡不着，梦太久梦不到，变态的恋爱脑，但先不要。睡太久睡不着，梦太少梦不到。哦，这个那个和弦要想一下中间是什么。I told you， 我知道。现在你要讲 I told you， 大家都 OK， 我当制作人今年了 ，Come on。我要多想一下。那跟吕世轩或这个环境或这个节目完全没有关系，这是跟我很多年心里面的一些想做的话，可能突然蹦出来这样。我就是觉得，不只是音乐里面，在朋友圈里面，我也是一个持续就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吗？就是有一个担心、有一点焦虑的那个声音，因为我都会想要看远远有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出现，然后如果可以现在解决的话，就不需要面临到那些东西。可是我的确觉得这个和弦它变的颜色太多了，所以你要想旋律的话，我可以来乐理的想的就是它第一个和弦在 major 里面，然后接下来是在 minor 里面，所以它会换比较多，会比较难想。OK， 谢谢。Nice。嗨，谢谢老师。你看油腔滑调，谢谢老师。那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了？了解一下进度。0.5%。现在是要走版本录音路线。有，好像对啊，很听起来很像柯敏勋会喜欢的和弦。对啊，已经心里有一些旋律，所以主题还没有浮现，他没 feel。没有，他说那个人设是什么？女生喜欢滑交友软体，对，然后他说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距离那个太远了。不过我觉得其实还不错，有个架构啊，而且我自己觉得好，谢谢，就是从文字出发跟题材出发，我是比较喜欢的。喜欢这种，对，因为你需要有个故事。对，我觉得这个音乐是服务这个故事，是，对。以第一人称出发嘛，但是这个第一人称它不一定可以是人的角度，但它也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一只仓鼠吗？禽兽的角度也可以啊，譬如说是两个人的那个爱情遗产啊之类的，就是可能要留下一只猫之类的。对，然后这只猫135要在他那里，246在我这里。哦，还有监护权的问题。哇，我觉得这个讨论蛮有意义的。我觉得那个图像已经出来了耶，其实。它会有节奏组吗？最后再加一点。我看其他组都做得很用力，我们就鼓就打2下就好了。这样反过来，对，哇！第一组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连 Logic 都还没打开的，还在那个球在那边转。你一直要宣扬第一组的球？没有，我看这边有打开，我就觉得哇，可能他们你们已经赢很多了这样。对。那这样我们就放心了。放心，还以为我们是最落后。对，没有，绝对不是。谢谢老师。其实，在那个创作里面，你才能真的去探索每一个人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交换故事的过程，我觉得很多很有趣的文字就会出现。在那样子状态下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比较淳朴一点。嗨，大家好。又来，你们的答案可以开了吗？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段落分配，但是还没有细敲大家各位。对，然后看怎么样把大家的专场加进去，然后段落有层次。就感觉车子先买了几个底盘对，然后看要盖什么东西上去一样。有些歌的确听得出来，它是拼装起来的，这个有好有坏。我们看到很多 K-pop 的歌其实蛮有拼装感的，但大家还是跳得很开心啊。无论你的风格或编曲或声响多么设计，它有一个共通的精神贯穿在里面，这也是我对共创的基本期待。至少我觉得口味是有一个统一性的啦。现在听起来你们现在又是领先的喽，就是架构最完整哦，对。至少我们听到的长度比别人都长，架构也比较复杂。那刚刚那个8个小节，我就会蛮想知道说话想在上面写什么东西。对，就这个氛围到底是什么？不然你那个阿卡贝拉来一下，不要对。来。嘣。我跟你讲，你不要对嘻哈这么多 stereotype， 我跟你讲，我一定要阻止你一下。Walking down the street， 我来到七贤路，这里集结各种欲望，我要宣布 ，Cashing out 南部人 don't play by the rules，Oh my 要图多到可以排到8的路。这个高雄人才能理解的深度感。希望你们的软体一切顺利。会，谢谢。就是我们其实分工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里可能在这个应该算 tracking run 这里面去，我们做一些就是在 DOS 上面要处理的东西。那要录音东西，我们就分开来在外面。那像我们刚好有一个特大件的，所以我们可以就用这个 run 刚好去收音箱。我唱一下我刚才写。好啊。对，写到太辣。没有，就是要拉起来。直接烧。Let's go。来自己看一下。Walking down the street， 我来到七贤路，这里集结各种欲望，我要宣布。Cashing out 南部人 don't play by the rules，All my 要头多到可以排到8的路。我觉得SOWA厉害在于他的那个口气跟拍子的精准，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对，所以他们玩乐手的人听到有人饶舌是这样的时候，他在你现场，对着麦克风突然唱出来的时候，你会被那个精准度跟那个东西，你会哦。I feeling like what is going on? What the hell？ 这边就乱帅耶！哇，赞，你好赞，赞，帅。等下跟那个中天讲。我觉得这种角色在团体里头，就是会激起大家的表现欲吧。就维农这种鼓励型人格，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在一个团队里面很需要，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这种人，就有个说这个酷，很屌，然后大家越来越有信心，那个外面会被激励，你就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了。是。想说七贤路有点异国的感觉，可能有越南、有泰国，对，各种的民族风，对。有。我觉得你帮他加一个超诗，对，对，我现在等一下，让我整理一下，等下。我要加一点这种的，难怪中间会爬这个音，是越南的还是什么的感觉？中东越南，太多，越南太多了，东南亚。好了你们，好听耶！这个加这个很好听哎，你可以怎么加？哦。你刚刚听到我帅吗？没有，我刚在混东西，还是我怕来不及啊。没关系。这边应该是女生好听的位置，还可以。中音区，就也还不会要唱一些假音什么的。你大概是哪边会开始唱假音？降低，这个吗？这边也是这样。对啊，所以降拉还不是？这边还是真音哎。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唱在真音的接近。那可以再高全音吗？全音的话，好像还。你最高会唱到
带降咪，还可以。我觉得永恩做的很好啊，因为他在找这个歌手最好听的音域，因为其实每个歌手最好听的音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中低音很好听，有些人中音很好听，有人中高音很好听。那我觉得找到这个舒服的位置是很好，还有你要写到多宽多下面也会蛮影响的。前面那个猫是遗物，然后到这边连猫都要离开了。其实我刚回来写一写，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人已经 pass away， 对，已经 pass away， 整理家里的感觉，然后可是四处各地都还有那个人留下来的东西，或是怀念的东西。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一种比较正向的心情去面对他已经离开了的事实。然后窗外又很冷，搬家公司已经来了，但我必须要跟他说再见。最后一刻的一刻，放下了我手中的钥匙。10年、20年后再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是白发苍苍。是白发苍苍，我以为是单亲妈妈，16岁，然后老公去坐牢这样子，就当车手去当诈骗这样。你对感性过敏，出来的时候就是对感性过敏怎么是一个很好的词啊？喜欢了。如果以做专辑的话，我会很 prefer 这个方法，因为这样能让所有东西的整个密合度最高啦，粘着度是最高的，所有东西会粘得很紧。但是这是个比赛，所以这个策略的确就会比较有风险，对，比较风险真的比较高。所以你觉得下一段要一个更 crazy 的没有 time 的东西？我觉得要有 time 的，像是副歌的东西。哦，像是副歌了。我也觉得好像是副歌，因为我们前面太久了。对，前面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先是像副歌的东西开门。然后就这种的副歌啊，比较像是 rap 在 rap 的副歌，rap 的副歌，OK。这种吗？我们现在一个乐器都还没开始用。哇，现打的，原来是这样子打，现打 M breaks， 屌了。我想要活到18岁，和未来的我见一面。如果我活到18岁，我好好读书上大学。他刚在说我们。可能有些人是比较内向的人，有些人比较外向的人。内向和外向的人都可以在里面自由说话的意思。我现在只有想到这些，我思考。Cool, that sounds great, man. 一直往前，听起来。Say hello to me， 听到请回答。世界越快乐，人越结巴。涂上了安全感。Say hello to my lip， 不小心又踢了块铁板。I love it, man. Sensitive。我刚刚乱想到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刚刚那个角度。就是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一些胆怯，然后 I 人的性格比较麻烦点，既想 stand out 又不敢放飞，发一张邀请函给我，让我有理由发挥。邀请函是个不错的感觉。Let me， 我不是在想，因为你有发邀请函给我，让我就比较可以活泼。就我给他 password， so you can speak a lot louder， 在这个空间里面。爱是鼓励，把爱是处理，玩着变现 for life baby。万事如意，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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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这样。I wanna swear that I wanna swear that 也可以。啊，那也是 cool。也可以。You can try a bunch. 土豆 is on like take 37， 他已经 like 差不多 take， 你可以慢慢，你想要试几次都可以。你们录到第几个 take 决定好了先这样？就你在唱这个 melody 的时候，应该是哪一个字是怎么样的口气，在哪一个在哪一个大概哪一个共鸣，然后用哪一种表情，尾音长短这些，我会先全部都一直瞧，瞧到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我才会开始留 take。那我大概会留4到5个左右，我觉得是 OK 的。多了也没用，多了也没用。对你反而自己选择困难。对，那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了，那我就会开始去挑，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最好的。炸起来，不够，棒，再下去这样。
不是不行。大噔噔大大大的，对啊，肯定是要这样。感觉今天的进度，纯爱战神好不好？纯爱战神一个充满爱的 solo。好，心有多痛，就要弹得多喷。那怎么办？如果迪拉没有哭，迪拉在超慢跑，不错不错，超级狙。晚上等下来荒原把吉他录一录。可以啊，可以，会不会怕？我不怕，我没事啊。然后我录到你怕，对啊，我们怕。要我送去哪里？我是一点的，但是纸飞机最多飞15秒，45分钟飞了来15下。OK， 然后我觉得可以耶，我录个 ad lib 好了，好，就中间到。ad lib， 他不是也要录？哦，好，没有啦，没有，等一下，你不要急。你看过吉卡娃娃？摇头多到可以拍到8的路。Soft 是不是刚刚有想要加一些？对，就是声音，我可以先录一录。因为整首歌跑起来好像没有，现在还没有什么就是 melodic 的东西。我就在想，还是你会想要用那些 synth 加进去，还是我唱一些也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唱一些。一般大家对于和弦色彩很淡的歌，或者是怪和弦的歌，会有一种对，其实一开始就有排斥感。对，应该是这歌听起来不友善，就是大家会害怕空调这件事情。不管演出的人、做音乐人或听的人都觉得，那这边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 Goodbye my love and goodbye my time， 属于我的将来，它也不会再来。我前面有 feel， 但是现在这个我的那个画面比较不具体啦。哦，你是说第一个和弦系列？对，然后原本夜影这个是夜影的新的扣，我原本喜欢他的那个 line 跟他那个扣一起走。可是他的那个旋律其实就是一个改版的前奏的旋律，以我印象中。继续想 ，man。我忘记继续玩这些没有答案的迷宫。我想问一个，我想说，我们聚焦一件事情。我们基本上其实今天就是算到时了啦。我们明天还是一样的时间，那我们要怎么做完？它中间还是会插一堆访问，还是干嘛的？我们还是有想我们要怎么做完它？我们有没有个计划？叶颖一直没讲话，我比较难判断。可是我看得出来，前面有点情绪了。他们三个人其实美感非常不同，对，真的非常不同，就是没有对焦到啦。然后工作 flow 的方式，三个人应该也差距非常大。那吕立宪的制作 style， 他也是制作人，但他的制作 style 比较是框架型的。他在找元素，就是像嘻哈的感觉，他在找 sample， 对他来讲都是 sample，所以他会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没组成，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那对他来讲可能就会比较焦急一点。你们觉得呢？我是觉得我写得完，可是我们今天等于说在编曲上面试了很多时间嘛，我们现在有找到一个东西，那我们明天要往这个方向，还是我们明天又会再打掉一次？不会打掉了，也没有打掉太多东西了。是的，目前是这样。我觉得关于时间的东西，我们 OK，因为我们已经有大概知道我们需要一个 rap， 然后你会能够做到 rap， 然后有副歌的话跟一个前奏，其实已经完整了，排列一下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花一点时间寻找到氛围是不是对的，能量是不是对的，这转段落的时候有没有达到段落的效果。我听得懂这是他在想的。我觉得这个也重要。我时间方面我是知道有担心在，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做得到的。然后明天如果看起来到差不多12点，我们还在改段落的话，也许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严肃的声音，就是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要再改了。因为我们其实蛮少在实境秀里头看到这种有一点点火药味的感觉。过往就算音乐实境秀呈现出来，也都是一种很和乐的。你们比较坏心，把这两个分在同一组。对呀，但这也有趣啊，两个神兽。但这个其实对于要做音乐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有学习效果的，是因为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啊。可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进度怎么样啊？9成了吧，我觉得。哇，9成了。
做完了嘛。剩下那一层会是什么？就现在在做的事情。是的，现在还在微调。现在在做什么？混音的东西。就是你以前的东西用的 beat 不会层次这么多，或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反而这样衬起来，我觉得很适合但是我个人啊，我觉得 Beat Switch 的那段 sample 是屌的，可是就会有点期待会带我们去哪里。然后后来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本来前半部我会摇，我会动，后面我就不动了。我个人意见处理，我会觉得后半部好，可是搞不好敏琪不这么想，你觉得？我觉得 Beat Switch 这个 idea 很好，但是就 flow 上面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在那边的变化，那可能如果更那个会让我可能更惊吓一点点这样子。因为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我会想这首歌可能可以再长个30秒左右，就是前面的那个饶舌进来的状态，我觉得歌有一点点被迷幻摇滚附身的饶舌歌。对，我有这种感觉。那我希望后面曲子快要结束，然后到最后30秒是要突然炸开，就是这个饶舌歌手最终迷路在迷幻摇滚里头。吉他在摆放的位置跟音量上面，可能不能全部都从头叠到尾，叠到满。你同时到底要听哪一个的问题还是会有这样，因为你做的东西没有很 loop。其实有些部分跟我想的一样，因为我其实昨天回去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因为前面层次其实堆叠的蛮多，可后面比较有加上鼓的律动，譬如说可能某些地方可以是蹦蹦蹦哒之类的，或空的什么，就是也有想到。可是因为我觉得是要接纳每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团圆的，对，有人可能想要这样，有人可能想要那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觉得很棒的解决方式，或者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很棒的，就是不能自己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或什么，所以我们在你才敢说出来，是不是？其实都会讲，但是就是说那其他人呢？然后我也不想要，对我也不想要大家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配合你，然后就很不爽这样子。我昨天其实就回家听了之后啊，就是也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比较平一点。然后，所以我就是昨天就赶快睡觉，然后今天一大早过来，就是对，我就先，因为我觉得我头脑已经没有办法再思考了，就是昨天这样一整天，因为音乐人平常应该不会这么早起吧，应该是不会，我大概1年只有这2天这么早起，所以我今天一大早过来就是在补了一点木吉他的东西，对，但是刚刚又听到，就是可能从头到尾我们要做取舍，把一些乐手角色再抽离一点。其实昨天大概到6、7点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其实已经可以差不多，但就大家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想法想要做，所以就奉陪。然后奉陪，感谢奉陪，我奉陪。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做完，就是最后一次听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算满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叫小绿来听，小绿又有给我们一些意见，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是不是要一句说不行，我要走，我太累。然后但后来我们又就是回去，其实大家像是那个 vocal， 我们有特别分离出来，然后到中轩家里面，他们有 console 过，什么私家他其实弄完的东西。再拿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在今天早上来，他又有在录一些吉他，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直在想要把这首歌做更好。对，你觉得刚刚听完大家讲完之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其实没有跟大家讲，然后你想要改的地方？其实你讲说就是不知道听哪个乐器这个部分，我其实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也是打算说他们混音混到差不多之后，就请他们可能就是加减，就是拿掉一些东西。减法吧，因为做音乐到后面就是减法。减法，对啊。对，现在东西真的太多了。对啊，然后就是我自己是标准是我可以摇，可以听歌摇，所以我可能就是想要可能808再大一点，或是 hi-hat 之类的，对，就看最后面怎么调整。可以，好，那你就继续吧。好期待你的作品。嗨，突袭！早安。目前的进度怎么样呢？之间的空调特别的，最近比较温暖，温馨。我们赶快冲到 DAW 前面偷看一下。我想要活到那个18岁哦，我想要那个生日会在钥匙边，我想要没有目的的过每一天，我想也许上天突然闭上眼，就这样草草结束我的全世界。全世界金牌赛省着点，这是我的18岁。Goodbye my love and goodbye my time， 属于我的将来，它也不会再来。我想要活到18岁，我想要活到那个18岁。
一开始会觉得哇好酷哦，就不会想去分析它前半的部分。我觉得香港话的对台湾来讲，粤语的屌就在于，对，你只是稍微激动一点点，但是我们听起来超级凶，对对，很有情绪，情绪很浓厚，而且 flow 好好哦。对，你那个已经是饶舌的等级了，我觉得。然后后来突然一转，就前面是这样子的东西，很多 ambient 的东西，我完全没想到会进到类似这样 breakbeat。那 drum bass 这都东西，对，但是我自己觉得以现在听感上面，你们两个合起来，你叠在它上面这个东西，我没有特别喜欢。OK， 对，这个叠法我没有特别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段节奏再出来的时候，觉得很轻。那整个听起来就是我已经听过这个东西了。前面口白完，然后进这个，我会一直有流动感，我一直跟着故事走。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回到18岁，我继续回去舞厅玩，继续怎么样的那个感觉。然后，但是第二段在重复进来的时候，其实大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大鼓这个部分加回来，就是让一些频率上的变化、频宽上的变化。可能更多，因为你在穿梭嘛，你想回到18岁，那我可能会加很多非色类的东西去在后面做。那我觉得前面的这些很棒的这些 ambience 的东西，没有把它延伸到后面变为一个 sound design， 有点小可惜。可惜，对，有点小可惜。我是蛮喜欢的，最后那个刹车，对，然后留下一个未知，你去想象一下。有故事的歌，对。第一个，我觉得你竟然你的声音可以处理到。像在drum and bass里头的 diva 这件事情，我很惊艳，就是原来有那个感觉，可是你最后那一句转回来，有一种国语老歌感。对，那个音嘛，那个回来就是突然从英国的drum and bass转回国语老歌。对，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情绪转折。然后就像他们刚刚两个讲，我觉得第二段鼓回来的时候，我想要炸一点，我其实希望那个声音是破的，因为那个一炸。破掉就暗示了后面可能要出事了。对，所以那个声音如果是裂开的、有毛边的，我就觉得会更帅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一首就是一个事故，它就是事故本身。我们前面处理完之后，哇，前面好好玩哦，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办，1分钟了怎么办？故事总要有进展吧？对，不知道怎么掰下去。然后我们就找了几个 groove 来听听看，然后说那先 drum and bass 是吗？所以我们怎么开始？我觉得 drum and bass 搭得蛮好的啊，就是他的确带出这个故事需要的速度感。对，然后但你的 drum and bass 是手打的，他用这个，对，他用这个打的，回到前面那个为什么会出事故？一进去之后，然后我们就 drum and bass 嘛，然后我们就卡在那边超久了。我们昨天下午几乎就是卡在出不去 drum and bass 这个氛围，因为 drum and bass 要处理用 Pro Tools 真的很难，每一个东西要 send 要挂，不像如果 MPC 或者是404好，一个 sample 然后可以整轨让它 master 上就做改变的话，那应该就其实后面我们有昨天把整个 bounce 出来，有他要用404去再用 scatter 去转的，对。今天早上就是在处理一些比较是 ear candy 的东西，对，就大家可以听到一些叮叮当当或者前面的小碎碎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有这样，就是我回想到我小时候，会有一段年纪是对摩托车超级兴奋的一个年纪。那时候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想要骑车去飙，但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危险，所以我就是想起一些，我要是那个时候骑摩托车挂掉的话，就不会有后面这些故事发生。所以我觉得算是想要写一首以轻快快乐的角度去做一首还蛮警示的歌曲。对，大概是这样。劝世歌，未成年的3道猴子的故事。对，我今天早上骑机车，我都一直哇，好可怕哦！结果劝世歌吓到自己。事故就是人生的一场意外，所以这首歌最后演变成这样，这个意外也蛮惊喜，我自己蛮喜欢。你没有料到这个歌会这样收尾，因为我有2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比较忧伤一点，有一个是比较幽默，我就想象那个台湾的马路好像一场竞赛这样，有玩过那个 Mario Kart 什么的，就是好像每天在比赛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在赶什么。香港人更赶吧？香港人只是走路赶，他不会撞死人。你们是开车很赶呢，蛮讶异就是。我没有碰过一个台湾人，他说没有亲眼看过交通意外，或者身边有朋友有事故过。可是你问香港人，我在香港这么久，我没有亲眼目击过
交通意外，或者是被撞的车子，我没有看过，是真的。所以我是非常的压抑。为什么我来台湾之后，我可以出门，生命危险，几个月就看到一宗，而且我还帮人家报过警，我自己也遇过。就是对那个文化冲击。我觉得我每个月都会看到一次啊。对啊，对啊，每个月。我觉得好惊讶。常常就是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就会，前面堵车就知道前面应该是出车祸了，对。我昨天来的时候，因为我也骑车，我也是在那个机车道上面，有3台车撞上了。对啊。今天我没有，所以我如果10年前我就不敢骑车了。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很酷，很有故事性啊，很赞。Hello， 目前进度怎么样呢？其实差不多在录，在把整理东西而已。哦，所以差不多都弄完了。就是写完了。你们想要知道什么事情吗？关于我们的？我们想先听一下。对，先来吧。好，对一个位置，我们刚刚在有点闹赛。如果你们慢来个5分钟，我们就好一点。我们现在就是很尴尬的在。那我们先去隔壁间再回来。好，谢谢。大家好。现在进度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做到第2首歌了。隔壁已经在弄那个 VJ 了，他们在已经申请 ISRC 了，是不是？太过分了吧？所以下午就会完成一张 EP 的意思吗？没有，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没有录 vocal 哎。那你就唱现场啊，快点。Oh my god， 这个。可以啦。可是我还在开嗓哎。Go， 快。好，放下。实力派歌手。忘记了时间，双手摊开，在我近一点，听不见声音，去到一处无人之境。能不能轻轻地、慢慢地靠近？能不能悄悄地、默默地倾听？自在呼吸。我在这陪着你，直到世界变得安静，不需要证明。先这样子。好，先到这边了。那你的部分呢？我还没有录，那个是他的词。哦，没有，我们还在分配段落。哦，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词已经出来，可是还在分配哪些部分是你唱，哪些部分是他唱。对，然后有一些要和声。和声的哦。我想要爆一个料，昨天永恩老师一直非常的期待跟兴奋，究竟他的音乐播出来会不会让迪亚哥开始超慢跑？3拍子有点难。对，特别设计的。因为3拍子很难超慢跑。对。要避免你超慢跑起来，所以特别做一个比较难跑的。对。其实我蛮感动的，我说真的，我不会常说这种话，我觉得刚才蛮感动的。唱得很好，也写得很好，然后勇夺第4名。我反而不会啦，我反而会有一点期待说，等一下不要把它录的，他们两个都很会唱嘛，可是刚刚就有一些小小的跑调或瑕疵，我觉得那个很美。然后因为都没有挂 reverb 嘛，那整个音乐这么湿，他干干的唱在上面，我觉得很 touch。你不要帮他听太多，不要帮他剪拍子，然后就让他好像一个港边一个海岸有一个少女坐在那边，然后自己面喃喃自语的感觉，我觉得蛮美的这样。如果做的超优美，然后 reverb 给他传出去，然后做的很贴壁的话，我觉得搞不好就没有刚刚那个感动。哦，谢谢。奖金可以是我们的吗？那太早了，太早了。还有一半的还没听，干嘛奖金？对。手伸的太快了。但我真的很喜欢那边啦，就是我觉得那个 layer 如果一直和声叠上去，我想象会觉得很棒。但我真的是想象可以有个双旋律的写法，不是用一种和声的感觉。好，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哪边分段米奇你觉得会比较好？换宰阳。我觉得前面就是柯敏勋这样唱，好像就非常的好。然后宰阳的话，因为宰阳好像就不需要我了。不，你的旋律比较特别，我觉得会蛮想看你们后面这个炸出来的，就是跟这个的对比。后面那可以听一下，后面现在还没有词的地方会怎么结尾？
听到一段吉他，就好奇在这个旋律线跟永根老师的这个钢琴铺垫的这个状况之下，永纯老师你怎么用吉他去让这个画面感更强？因为我看你是半夜才录好的。确实，半夜比较 emo 因为想法。我们的策略是把精华时间都给词曲，就是让词曲去做一个主题跟胜负的关键。所以，身为编曲就回家自己打点架，对的，就把它揣摩一下这个，对，就是去贴这个词曲的部分，对。太好听了。设计的几把吉他，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一个疯狂采集的猎人，就是一直录，一直 A，对，喜欢就留下来，没有在算是几个人在弹。对。OK 啊，他现在还在录。就是我的感觉，会是因为它里面写到大雨嘛，会觉得那边开始下大雨，是，那个情绪上就开始狂风暴雨的感觉。对，没有，就是你刚刚讲他是旺夫嘛，就是旺夫来了，海浪没有讲旺夫了，你没有海浪打上来，对，没有。我刚刚其实比较纠结，是我很好奇这两个声音到底要怎么合在那个歌里头。如果你真的在思念莫宰阳，然后莫宰阳可以远远的像 call and respond， 开始有点好笑，就是他们不一定要唱同样的歌词，他可以回应他的歌词。我还蛮期待的，因为莫宰阳是我认识里面的最会画龙点睛的人之一。真的假的？这么高的评价，哇，真的压力太棒了，奖金不干我的事了。好，又回到钱。永文老师，你昨天一直处在一个带团体心灵治疗的感觉。没有。其实制作人有一路就是这种主攻心灵治疗的。没有，就我们在讨论看，就是什么样的主题，它可能就比较有共鸣这样子。对。哇，这讨论超久的。应该说别组都已经当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坐在这边讨论要写什么。但我觉得你们讨论这么久是有意义的。对啊，听起来的东西。对，有画面感、空间感 ，MV 都拍好了。对啊，因为你们想好了才去执行，东西才会跳出来。我们从猫咪换到遗物，然后换到死人，对，然后现在换到港边找人。好，赞，真的吗？开始开嗓。这个想象制作完的成品，现在状况怎么样？好，来，没有问题，好了，哇，刚刚这有个强迫的感觉，压迫感很重。好了，听吧，来，超过5分钟，来吧。好。如果要当个陀螺，最好别旋转我。Hello to my lips, my lips, my lips， 听得清会哒哒哒哒哒哒哒。Certain,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yeah, I wanna sweat it。现在这样是几成的完成度啊？刚刚有点像是我们终于把昨天所有不一样各自做的东西都剪在一起之后，第一次真的我们跟你一起听到，对，所以有一些衔接点的一些细节还要稍微调一下。所以我刚刚突然问几成，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对，我自己是会觉得差不多82，一些混音的东西 ，vocal 还要重新录一些东西，然后除了那之外，编曲的段落跟什么都就是差一点，才一个一个修好这样。对。然后混音我们其实昨天也有混一点，所以混音也没有剩太多事要做。可是 top line 应该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还有，然后我的可能还会再唱好一点。我当然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很有一种 Kachinada， 给我一种 Kachinada 的感觉。对，然后就是 I wanna swag 嘛，其实也有传达到这个意思。但我会更期待这个更大的转折。我们应该要把它 build 起来一点点。对。如果是纯粹 beat 的话，我觉得就很棒了。然后但是 vocal 的部分，我有点现在的安排我有点 confused。它整个音乐就像你讲，就有点像好像在热带小岛的夜店的那种感觉，然后很放松，这个 tribal 感觉也很赞。但是现在听起来蛮头重脚轻的，就前面吕士轩出来大特醉一下，然后后面突然就变成是很电音式那种，都是采样式的丢一点东西出来，会觉得越听越摇不起来，就好像已经把前面的招都放完了。我跟米奇跟小猪应该都在等，有什么就没啦，原来刚刚那个一开始就有一个人喝醉酒了，后面就没事了的感觉。夜店的灯要开了。如果现在时间很有限，搞不好是把它的往后放。我其实里面的段落是我本来没有想要录，我想说我要做 like 工程师编曲怎么样，我没有想到我要录 vocal， 可是那时候他们在写，
我想说他们在写，我就录一下。我很期待的是，因为我已经跟吕志轩很熟，我知道他的文字跟他会传达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如果在第二段，当然在必不变的状态下，那我会想看 Deck 传什么，因为假设我的想象的情境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在同一个场域，然后一起在享受这个，可是你们各自有不同的心境在这个歌里面。我觉得口吻会，这如果是你们想要看到的话，我觉得会很酷，就是原来你做，不是你不能这样，我们是打分数的。因为这首歌现在听起来有一种大家都往后退一半步的感觉，对，导致整个画面完全没有对到焦。对。好奇你们4位在合作的过程中，有谁是会比较稍微一起来整理这个答案比较主导，稍微一点点多的制作人角色 ？Deck 吧，Deck，他真的有师傅感，你看他穿着就知道。对我昨天。他今天刚拿一张纸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拿个罗盘给他灵能的挑战。来，我跟你讲，真的这样像超像，他今天就这样子在算命仙。对，编曲是我的，然后我觉得昨天花多一点时间，比起他们习惯上多一点时间在编曲，是因为我会对这个有很多要求，我会想要它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东西，可是也是好听的东西，所以我会在这里尝试一段时间，然后我相信这也是让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寻找到他们在这里面的声音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是值得的，可是就会来到我们时间快要到的时候，有一点模糊，要取舍啦。对，所以我的角色就是有点怪，因为我当然蛮多不一样的，然后又要有一点点创意，又要有一点一些东西。可是如果你有问我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的话，我的角色是这样子，大概安排，然后想一下我们多少时间内要做出什么事情。他会帮忙想一些不一样的部分。他昨天有带东西回家，然后编排了一些东西。他像是另外一个 beat maker 跟编曲的一个 co-arranger， 吕世轩 rapper，Vision， 他会最一开始想出概念，跟他想要歌词大概往哪边走。然后呢，也随着我乱丢的 freestyle 进去，他也可以做改编跟什么，所以概念很大一部分是以他。然后 top line melody 的话会是 Leaf 这边。其实很多想法是跟他聊出来的，很多 melody 跟什么是从他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镜头对准一点点。对，然后我也想听叶颖更多的 vocal 的表现。对，因为你的都是和声浅浅的点在后面，其实对啊。他有一个 top line， 只是我们还没有录。他今天才开始发，他昨天 low key 啊。那刚刚在有提到吕世轩是建构这个 vision，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因为我就问他说：“今天你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想吃又不能吃，怕口红掉。”后来直接放弃。对，我后来就我有点忘记我们到底怎么去了。反正他就开始 freestyle， 我好像有睡着一下，然后醒来，然后一听到好像就觉得那句好像可以变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乱讲，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我们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其实我们想讨论说，现在世界很快，所以你能够好好专心听我说话，就是看着我嘴唇，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好好听这件事情。后来我们收敛成这个 idea， 所以目前就还有一个你的一整段的 top line 还没录，算是，就是在那个 bridge 有点突然飞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部分，他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精灵啊，守护者这样。就是 OK， 我听到你的这个愿望了，然后叭叭叭。好了，我们等那个亮点加上去，整件压力山大，焦点对准。但建议段落安排还是要调整一下，我觉得他放前面不是太聪明的。OK， 好了，告辞。不会，保重。很开心，我们回到了我们金曲共创实境秀的现场。经过了2天，大家几乎是不眠不休的创作，已经诞生出了4首4组分别呕心沥血出来的作品。大家有放了很多的小巧思进去，也颠覆了过去自己可能做音乐的习惯。4组风格都不一样，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每一组来聊聊你们的作品。最后我们会有请3位评审来选出我们这2天实境秀的冠军，会得到10万块的奖金。那我们就有请第一组 OK 酷来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欢迎。他们叫我当班带，我就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做
I swear today， 就是我今天 make a promise 这样子。那这首歌其实在讲说，因为这个世代很快，就是常常大家在讲话的时候都不会好好的聆听。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你可以好好看着我的嘴巴讲话，好好看着我的眼睛讲话，就是 swear 我也会这么做。我们彼此都讲真心的话、诚实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创作营，我想要把歌发出去的歌这样子。你有同意他们的说法吗？我觉得世轩跟 Dag 他们的方向其实很不一样，虽然他们认识最久，但我们可以花2天的时间内这样子统整出一个相对完整，然后又有表达出我们4个核心的作品，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经验。我在想相机可能拍到他在睡觉的样子，可是他睡觉是因为他昨天晚上4、5点就都还在。谢谢你的补充，我们相机没有捕捉到他在睡觉的样子。所以我想要为他讲一点话，让大家知道。我觉得我们大家向心力真的很强。就是大家非常的真心欣赏大家教出来的东西，然后重新就是把它们全部都 glue 在一起，然后再就是做一些什么，然后变成大家的作品。哇，班带太好了，班带太好了，有个班长很棒，对不对？让我们来一起听 I swear today。如果要当个陀螺，最好别旋转我。我想笑着，然后看着你眼睛说你写蛮丑的。I'm gonna sweat to you, sweat to God today。哦，那吵了半天，谁心跳的最落下？脸红气涨，想听真心讲到气话。这年是轻狂，心脏是最大。把菜碗买了，但别出卖它。期待着每秒都是变化。Certainly, certain. Say hello to my lips, my lips, my lips。听得请回答，哒哒哒哒哒哒哒。Say hello to my eyes, my eyes。看着我说真话。Certain.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Say hello to my lips, my lips。听到请回答。Certainly, certain.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Say hello to my eyes, my eyes。看着我说真话。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听见你的说法，真实的人最伟大。我听见你的心，我祝福你的命，哭哭哭 I ain't about the game, but I'm talented. I'm fake laughing like Fallon did. I'm young, I'm a kid like Sid, but I ain't got the teeth like he did. Boy, you ain't ready for the truth. Y'all better get running home like Babe Ruth. Any more like the greats and I'll get sued. I put my headphones on, it's a mic booth. A tweet. If you're working with me, then you got a cheat sheet. I'll be stepping up the challenge in a heartbeat. If you're gone, I should know I'll be Chelsea. And we can battle all out for a century. We can battle all out for a century. It'll be easy and we can film it all for the TV. 4K maybe. Do it for the gram, do it for the city.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Say hello to my lips, my lips。听到请回答。Certainly, My lips。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I wanna sweat it. Say hello to my eyes, my eyes。看着我说真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这次的过程让我更加确信说，其实结果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收获到一些这样子的工作的方式，或是这样的系统是不是可以适合到每一次的这个经验？我觉得那个感受非常非常棒。那我们的第二组，我们有请谢谢老师来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这个作品。大家好，我们是谢谢老师组合。那就是在讲一个缺爱的故事。缺爱，所以有了彼此的陪伴。那份陪伴，它不是一个好像我真的在你旁边还是什么，它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就是想说先聚焦一下，想要做怎么样的东西啦。歌的内容也从一开始发想的，就是渐渐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好像有一个什么眉目，我们才开始做。总结一下，就是好好说一个故事，这样，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变的一个策略。我们大概在别人开了50轨后，我们才开始开第一轨。对，后来居上这样。这首歌歌名叫做《听见了》。忘记了时间，双手摊开，在我近一点，听不见声音，去到一处无人之境。我屏住了呼吸，人海找寻你的踪影，但也要无止境。是不是那天世界变得太过拥挤，所以你才会望着天空默默哭泣？难解的谜题交给一颗赤裸的心。大雨何时会停？能不能轻轻地慢慢地靠近？能不能悄悄地默默地倾听？自在呼吸。能不能一步步一点点回忆？能不能一字字一句句关心？写成旋律。亲爱的，我在这陪着你，直到世界变得安静，不需要证明。亲爱的，你的双手重重敲击黑白键，多分明。我听见了你。不趁乱世中找一个谁，能多痛一次痛彻心扉。为何止不住满面泪流，只剩寂寞残破的我。不趁乱世中找一个谁，能多痛一次痛彻心扉。为何止不住满面泪流，只剩寂寞残破的我。能不能一步步一点点回忆？能不能一字字一句句关心？写成旋律。亲爱的，我在这陪着你，直到世界变得安静。
真的是学了一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创作营，就是一个检视的机会，就看自己的工具箱有什么，可以直接这样拿出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第3组的作品喽。第3组呢是我们的望周知，我们请4位到台前来。大家好，我们是望周知。因为我应该是现场唯一一个香港人，然后我来到台湾，第一个印象就是哇，台湾的交通很危险啊，这样子。所以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写一首关于台湾交通的歌，推动交通安全。在更久之前，我就一直看到一些关于台湾交通安全的新闻。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很不开心了，尤其我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士，这样子每天走在马路上，我会觉得很不安全。所以我是真的很想用这个话题作为一首歌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就写了一首歌，歌名叫做这首歌叫《我想活到18岁》。骑摩托车的猴子，他可能来不及活到18岁。对，他无照驾驶，背后是比较黑暗故事的一首歌。这很悲伤，好不好？对，虽然比较悲伤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尽可能用一个比较活泼、轻松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算是比较疯狂，也有一些混乱的元素在里面。一开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想说，哇，交通议题又有死亡，那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其实带了一些冥想乐器来。我原本以为是疗愈路线，然后我们就不小心出了事故，然后就把这场事故写成一段故事，会蛮像是在玩《世纪帝国》打开地图的过程，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听。我想活到18岁。耶！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我的手机，想要看一下新闻。What？ 国道车祸，公车转弯碾死人，机车上国道，火烧车，有人车子抛锚，停在国道上走下来。What? Soft， 你觉得怎样呢？吓，你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話佢都黐線嘅，台灣個交通部長真係唔該炒咗佢啦，都唔知點樣規劃嗰啲交通啊！你知唔知啊？我住中和啊，我日日行出街都揾唔到條行人路啊，然後嗰啲行人路啊，竟然有呢個機車騎士喺度騎車喎，仲有啊過嗰個斑馬線啊綠燈㗎嘛，明明？我頂佢個肺啊！咁都有車撞過嚟嘅，撞過嚟嘅。One two three， 我想要活到18歲，和未來的我見一面。如果我活到18歲，我會好好讀書上大學。我想活到18歲，在海邊跳舞一整夜。我想要活到18歲，我想要活到那個18歲哦。我想要那個生日會在鑰匙邊，我想要沒有目的的過每一天。我想也許上天突然閉上眼，就這樣草草結束我的全世界。全世界我想到好多事情都還沒有做，沒有做，在我同學抱歉都是我的錯，我的錯。我想和我爸爸媽媽說再見，這一天緊拍攝省着點，這是我的18歲。Goodbye my love and goodbye my time， 屬於我的將來，它也不會再來。Goodbye my love and goodbye my time， 屬於我的將來，它也不會再來。我唔明咯，其實個交通手冊係有寫㗎嘛，超車距離要0.5米以上。你說你們香港超車至少要離50公分以上，我告訴你，在台灣5公分就可以了。人生嘛，過得去就好。我想活到18歲，在海邊跳舞一整夜。我想要活到18歲，我想要活到那個18歲，我想要活到18歲，和未來的我見一面。我想要活到18歲，我好好讀書上大學。我想要活到18歲，在海邊跳舞一整夜。我想要活到18歲，
我想要回到那个18岁。真的从0分钟到最后的3分钟，就是在没有一个太大的框架下去完成一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好有趣。那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都不认识的4位组员一起到台前来。哦，这首歌是在讲一个情境，就是在高雄七贤路，它是一个，比方说这首歌是一个 GTA 的电动，然后它就是里面的某一个关卡，然后这个关卡叫做七贤路。当初在写歌词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没有干涉，说反正我也不会写词，就全部就给你弄。然后那时候后来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其实虽然我没有去过七贤路，但是我有经历过七贤路的大概我大概知道那是，然后我也去参与过里面的，对，所以其实蛮有共感，然后也会蛮想要把这个歌分享给某一些族群的人。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就是我跟维农就用乐手的角度切入，加入了一些不同的风情。这首歌名叫做《我们不认识，但到七贤路就认识了》。耶！Walking down the street， 我来到七贤路，这里集结各种欲望，我要显露。Cashing out， 南部人 don't play by the rules。Oh my， 摇头多到可以排到8的路。玛丽亚妈的小弟才2个鸡包，要我送去哪里？我11点到。蓝色纸飞机最多飞15秒，45分钟飞人来洗不消。Man what the Walking down this path， 我要走的路，学狗狗不好 ，It's bad but that's the truth。玩游戏还是被玩的是 POV， 有些人在消费，有些人拼了命。我带过2种极端事业变换剧烈，别看我改问题，没学会买回第6季。现在我只想赚点快钱，脱离紧绷，帮我这视频底刷666或777。为你摇滚，为你唱。走步，他懂，心动，他有目的，他知道该怎么做。Rich Daddy， pay me， 跟着他的良心，他的眼睛只有痛楚。On my run， 7路，他的记忆以前我在我对的跳舞，失败的跳走步，他懂，心动，他有目的，他知道该怎么做。其实从昨天就是一直很开心到现在，然后又一直开心，然后就是我们每次修补一些东西都会有一些新火花，那现在变成这样，其实我也没有遗憾。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进到闭门讨论的环节，我们等一下10分钟之后揭晓我们今天10万块奖落谁家，谢谢。我的现在选择跟在外面听的选择是一样的。我也是。1的话，其实非常的单纯，就是它以一个表演来讲，跟这个所有的细节、sound design、制作面，哇，它的层次非常多。是，他们3个角色在互换的时候的一些小小的切换，每个地方的不一样。虽然被大部分是在一直行进式的，但是有一些小地方有一点差别。那我觉得，在玩这个3个主角的 featuring 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刚刚在里面我们在讲说，第1段一开始放吕士轩，他东西太多，结果他剪得很刚好。对，我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他只留下很少的东西，对，我就笑了。然后叶颖的那个声音 deck。对，出来我们2个互看，哇，就是这样，他那个 groove 没有话说，浑然天成的 vocal tone 所有的。另外让我扣分的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整首歌没有一个主体性。对。2对我来说，我刚刚其实有点犹豫，是
稍微靠拢某一个人为核心，其他人比较像是服务角色。至少在这4首歌里头，我觉得情绪是最完整的。对，我最感动。对，其实我是感动，我是被感动到的，因为我的每个角色我都做过嘛，就是可能词曲作者、制作人或者是编曲，然后可能混音比较少。对我来说，现在啦，最重要的是感动我。就是能够打进我的心里，整个场景，我完全进去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我知道永恩就是细节狂嘛，他一定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歌做得很高级。果然他还是把柯的那个 mixing， 他的 mixing， 包括他是做得很漂亮。这点我其实有点小失望哦，因为我喜欢那个坑坑巴巴，因为我猜如果录的坑坑巴巴的，配上他后面的弦乐干嘛？会有一种，我刚才才会提示说，像孤独的小女孩坐在的一个女神站在港边，在那边唱，我就有一点小失望。但是我期待的事情就发生，就是我就说莫宰阳是一个超级会，在这种时候锦上添花，就是画龙点睛的人，因为他那段出来我就鸡皮疙瘩起来。我觉得这首歌的完成度拿到现在去。一部电影，台湾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一定会采用，对，而且会红的机会也很高，对。然后我听到永恩做了一点点小事情，就是他在第一段的 vocal 的 reverse 是比较没有的，但最后一段是有的，对。我觉得这是很真诚的事情。那第3首我觉得可惜的部分是他们用 Evan Blacks 嘛，那。就 kick 都还是都没有出来，对，其实没有。然后 bass 的线条也没有很出来，对。但他们一个有趣的地方，他把 drum and bass 那个 organ 的音色，那个是 drum and bass 的标配嘛，拉出来当做主要的 line 来做，但有点单调。原本我们听的时候只有最前面有口白，对，但后来又加了一段那个，回来中间反而拉长了，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前进感的歌，对，你必须要 keep 那个前进感。他后来再讲一次话，我就觉得那这个我这票我投不下去，的确。4我也很喜欢小树说的迷幻摇滚的感觉，然后我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喜欢 SOWA 的歌了，我讲真的，对，但。那个 Switch Beat 之后第2段，我觉得还是掉下去，对，有点掉下去，就没有拉起来。他的上底下还是做的蛮精致的，对，可掉下去，我就觉得哇，那最后到最后，我等他到最后还是没有东西回来。我也是期待那个结束之后是应该要有一个。没错，炸手，结果没有，频率上没有，音色上没有，或者是乱一点。就是我本来希望它可以再拉长一点点的那些东西没有展开，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其实我也蛮喜欢那首，我也蛮喜欢4的，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3位评审分别来分享一下听完的短评？做这个行业最快乐，其实就是观看这些创作者一起做音乐的那个时刻。然后今天在每个房间里面都闻到或吸到这个浓度很高的那个 vibe， 这种芬多精就是我继续干这行还撑得下去的一种养料。这样，以我是一个 label 发行人的话，有蛮多。都是可以发行的东西，这样就是不嫌弃的话，要不要聊一聊呢？那种感觉，这样，对。我刚刚在听的时候的心情就很像我坐在办公室，然后在街声的站上听这些歌，我就会开始想，这歌第一个我被放编辑推荐，放在编辑推荐之后会不会登上 Song of Day？那我刚刚都是用这种心情在衡量我听到的东西。但我要先讲，我觉得以这样的创作时间可以交出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样，我都觉得超厉害。这完全不是客套话。其实我觉得这些歌都有一点点解压缩的可能性。刚刚我觉得至少有2首歌，是我在听过1分钟之后，我就会决定我要让它在下个礼拜登上 Song of Day。其实我都蛮喜欢的，因为我其实蛮注重就是文字跟这整个音乐给我的氛围。所有组别的歌我都是闭上眼睛在感受的，就是我在想那个画面是什么，像是声音设计的部分非常厉害的部分也有，然后在词上面非常有意思的也有，就是文化感很重的也有，然后非常心灵疗愈的也有，都带给我一个很棒的冥想体验。很多歌常常会流于表面，或是只有单一面向，比如说商场比赛很强。或者是讲究技巧，可是我觉得各个组别都把文字跟制作，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很立体的。好，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最后，终于要来公布我们这一次的金曲共创实境秀的冠军到底奖落谁家？然后我们一起来颁发这一次金曲共创实境秀的第1名。3、2、1，听见了！我们请到台前来。策略家果然赢了。这个李永恩这个永恩老师的小细节同一个组员同进同出，歌词写出来，把音弹出来，把歌唱好，然后大家都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是无价的。
听了4组创作者的歌，我突然有一个哇，在台湾做音乐好幸福哦，非常有启发性，然后让我看到了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然后也让我看到不同制作音乐的方式，这样合作，然后经验真的是获得很多，因为邀请来的每一个人至少玩音乐都超过10年吧。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不同人的创意，甚至是体会这个人给你的 feedback， 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没有做过这种木吉他，然后又电吉他，然后又跟这种嘻哈结合的音乐，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有稍微往前突破了一点点。大家彼此这样子，既可以玩闹，又可以很认真一起工作，然后去尊重彼此的创作，然后重新一起激出火花，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过程我觉得很棒。这边的好处是不用带太多东西，对，可以少带一些，还不错，还蛮开心的。如果能够中午再开始就更棒。在这个时间压力下，还要和大家不同的火花，超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一个创作营学习到最重要，就是如何和大家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建立一个默契和分工合作。一些其他创作营通常他们会想要把类似类别的人放在一起，然后呢可能往某一个 reference 做。可是这一次就是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做什么试试看，这样酷。真的是跟不同的人一起玩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像这次我们这组做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东西。对啊，就是其实还蛮有意思。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做法，原来有这样的做法，原来有一些事情是有这样子的解法，或是录音可以有怎么样录法，原来在这个环境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就是 amp， 然后这样去收，然后其实是哪些麦克风是可以这样子用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理性的方面，感性的方面就是我觉得人生就很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跟大家有一些很棒的化学反应，然后去虽然这次的创作营大家可能之后也不一定会一起写歌，但是它总是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些痕迹，然后我觉得能够把握这些痕迹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我觉得什么都不用改，这样很好。对，如果可以有第2届的话，拜托找我。我鼓励大家可以参加金曲共创实境秀的节目，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同时跟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人合作，然后他对我而言，他是帮我把我对音乐的认知跟一些技巧再提升很多个档次，所以鼓励大家参加。